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先来看一个数字，3天之前，2月23号，一家 AI 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博客，就是一篇博客的文章，没有新产品发布，没有财报，市场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政策变化。结果 IBM 当天市值蒸发超过300亿美元，单日跌幅13%，这个是25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IBM 整个2月份股价已经累计下跌了27%，是1968年以来最惨烈的单月表现。这个不是一般的大跌，这是 IBM 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跌法。那么这篇博客里边到底写了什么呢？导致 IBM 300亿美元的损失。他说 AI 呢可以帮你把一个60多岁的老的程序几个 quarter 以内就完成现代化的改造。以前呢它需要几年，现在只要几个 quarter 就完事了。这么一句话就把 IBM 给干翻了。你可能会问，这个和我的比特币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而且呢关系要比你想象的可能还会要深一些。所以今天这期呢，我们把 IBM 暴跌的这个事儿从头给它讲清楚。讲完之后，你可能会对 AI 时代的投资逻辑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框架。先讲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你知道你每次去 ATM 取钱的时候，背后运行的是什么程序吗？是一个叫做 COBOL 的编程语言，发明于1959年，比大多数人的父母的年纪还要大。COBOL 全称是 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 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这门语言呢，到了今天仍然处理着全美国超过 95% 的 ATM 交易。其他的国家呢，也有很多的国家在用，估计全球每天有超过数千亿行的 Common 代码在运行。银行、航空、政府、保险公司全都是重要的有钱的机构。这些地方的核心的系统全都跑在 COBOL 的上面。我在 AWS 工作的时候呢，接触过一些类似的遗留的系统的迁移项目。每次客户只要一提到要改造 COBOL 的系统，整个 team 的表情都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为什么呢？ COBOL 系统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上过时，关键是它太复杂了，太深度的绑定。一个大银行的 COBOL 的系统可能有几千上万个模块，模块之间的来回调用，依赖关系特别复杂。这个就像你走进迷宫一样，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画出一张完整的架构图，因为这套系统是几十年里被无数个不同的团队一层又一层叠加上去的。当年写代码的那批人很多都已经退休了，有些已经不在了。现在维护这套系统的工程师大多数根本就不懂 COBOL， 只知道哪儿错了然后就去哪里边去修，根本就不敢动整个的结构。为什么不敢动呢？因为在你搞清楚所有的依赖关系之前，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更改了 A， 然后 B 就会崩掉，然后呢又连带着崩了一大堆，它会有很多的连锁反应。这个就好像你埋了很多的暗雷一样，光是这个搞清楚的这个过程，你可能就要花几个季度到1年的时间，然后才是真正的代码迁移。迁移的整个过程呢，需要几年的时间，还要耗费数亿美元，还可能随时会面临迁移失败的风险。所以大多数的公司根本就不敢动。这个就是 IBM 的护城河，不是因为 IBM 的产品有多好，而是因为 COBOL 的迁移成本太高了，而且呢它承载的都是非常关键的业务。所以这些公司就不得不把这个维护的工作外包给 IBM、艾森哲这样的公司，每年花费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来维护这些老掉牙的代码。2月23号 Anthropic 发布了一个东西，叫做 Code Modernization Playbook， 代码现代化手册。同时呢，他宣布他们的 Cloud Code 工具可以处理 COBOL 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具体怎么操作呢？ Cloud Code 可以
自动扫描一个 Common 的代码库，把里面所有模块之间的依赖关系先给它梳理清楚，画出一个完整的架构图，识别迁移的风险，然后一块一块的把 Common 的逻辑翻译成现代的编程语言。Anthropic 在博客里边写了这样的一段话：现代化一个 Common 的系统，以前呢需要一支顾问大军，花费几年的时间来梳理工作流。现在呢 AI 可以自动化探索和分析，团队可以在几个 quarter 之内完成以前需要几年时间的工作量。市场一点也不傻，看到这句话马上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IBM 的那条护城河被 AI 给彻底打破了，于是 IBM 的股价当天开始雪崩，顾问公司艾森哲也跌了， Cognizant 也开始下跌了，整个靠维护老系统吃饭的行业集体被 Anthropic 给捅了一刀。不过呢，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主机体系的价值不只是 Common 难改，它还有可靠性、安全、合规、吞吐等等等等这些硬指标。很多银行呢，它宁愿贵也要它稳定到几十年不出事儿。还有所谓的现代化，也不只是把 Combo 简单的翻译成什么 Java、Python 就完事儿了。真正难的是数据一致性、回归测试、审计、迁移窗口、灾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往往任何一项出了错误，都可能导致金融的事故。所以 IBM 当天的这波下跌，很可能有过度反应的成分，但它依然释放了一个信号，市场开始重新定价这条护城河。不是说它今天就被推平，而是你靠复杂性吃饭的优势正在慢慢的变弱。另外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IBM 其实自己它也有类似的 AI 工具，但市场对 IBM 自己的 AI 一点也不感冒，不买账。为什么呢？你还记得诺基亚吗？2007年苹果发布第一代 iPhone 之前，诺基亚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它不是没有感觉到智能手机的趋势，它也在做自己的触屏的手机，也在研究新的系统。但诺基亚做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它的利益绑定在现有的产品线上，它不可能革自己的命。苹果没有这个包袱，它直接从零开始造了一部重新定义的智能手机。结果不用我说了， IBM 和 Anthropic 就是这个关系。 IBM 推出自己的 Common 的迁移的工具，本质上是诺基亚在创造新款功能机。它帮你从 IBM 迁移到谁呢？还是 IBM。 它的利益跟客户的旧的系统是绑定的，它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的护城河给拆了。Anthropic 推出的是 iPhone， 它没有任何的遗留的利益需要保护，它不在乎客户最终跑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它只有一个目标，让迁移这件事儿变得足够的简单。当市场看到一个没有利益绑定的外部力量，宣称呢它能让迁移的成本从几年、几个亿变成几个季度， IBM 的护城河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说到这里呢，我必须提到另外一件事儿， IBM 这次的暴跌不是 AI 冲击传统行业的第一枪。就在3周之前，1月28号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微软发布了2025财年的第2季度的财报，当季资本开支375亿美元，半年累计超过720亿美元。Azure 云的增速从上季度的40%放缓到了39%，市场的解读非常直接，钱花的越来越多了，增速呢却在减速。这笔 AI 的投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本？盘后微软的暴跌将近10%，然后带动谷歌、Meta、AWS 整个科技板块重新估值。这次完全是另外一个逻辑，不是 AI 太烧钱，而是 AI 要直接颠覆你的生意模式。把这两件事儿你并列来看，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律。第一个阶段 AI 太烧钱，回报不确定，砸的是大厂自己，微软、谷歌、亚马逊。第二个阶段呢， AI 要干掉传统的行业，砸的是传统的公司， IBM 顾问公司、软件公司。第一个阶段问的是这笔的投资到底值不值，第二个阶段问的是你这家公司还值不值得存在。第二个阶段比第一个阶段要残酷得多，而且呢
第二个阶段才刚刚开始。IBM 是第一个受害者，后面一定还会有更多。但这里呢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今天先抛出来，下期呢专门来讲。你可能会觉得，既然 AI 这么厉害，能把 IBM 60年的护城河一刀给它砍开，那微软、谷歌、AWS 这些花了几千亿建 AI 基础设施的公司，不是应该赚大钱吗？他们的股价应该大涨才对啊！这个直觉其实是错的。19世纪铁路彻底改变了美国，但绝大多数铁路公司的投资者最后全都亏了钱。真正赚到钱的是使用铁路运货的人，是铁路沿线城市的地主，是制造业。AI 现在正在重演同样的逻辑，能力的爆发是真实的，但能力爆发的受益者不一定是那些花钱建基础设施的大厂。微软花了720亿建数据中心， Anthropic 用这个算力训练的 Cloud 把 IBM 给打趴了。价值最终流向了谁呢？流向了 Anthropic， 流向了那些用 Cloud Code 完成迁移的企业，流向了终端用户。微软作为投资方呢，能节流多少？市场正在怀疑。这个就是为什么1月28号微软财报暴跌和2月23号 IBM 暴跌表面上矛盾，背后呢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下期呢，我看看要不要专门来讲这个 AI 越强，微软、AWS 一些 AI 基础建设的大厂越危险。好的，现在呢，我们回到加密市场，你可能已经发现问题了。最近2周，比特币的走势和美股的联动越来越强，美股下跌，比特币也下跌。IBM 暴跌的那天，比特币跌破了65000美元。还有之前科技股整体下挫的那天，比特币也在同步下跌。为什么会这样呢？它先是一个短期的逻辑，风险情绪的传导。当市场突然出现 AI 颠覆传统的行业这种大的信号的时候，股市波动率会瞬间的抬升。波动率一抬升，很多机构的策略，比如说风险评价 CTA、波动率的目标 VAR 风控模型会做同一件事儿，自动的去杠杆，降低风险仓位。它不会先研究比特币有没有基本面的问题，它只认一个标签，比特币是高贝塔、高波动的风险资产，所以它会跟高科技股一起被砍仓。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美股下跌，比特币也下跌。这个不是比特币突然变差了，更多的时候是风控体系把它当成了同一类的资产一起砍掉。我之前有一期视频专门的讲过，这里呢就不重复的展开了。这是短期的传导机制，但如果你把眼光给它拉长一点，会发现一个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 AI 正在重新定价所有的资产，让定价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以前很多行业的利润呢，它来自于复杂性，系统越复杂越没人敢动，你就越能够收长期的钱。但 AI 的出现相当于在系统性的降低这种复杂性的门槛，于是市场开始重新问一句话：你这家公司赚的钱到底是来自真正的护城河，还是来自复杂性的溢价？那么什么叫做护城河呢？就是让你的竞争对手没有办法轻易复制你的那个东西。 IBM 的护城河是什么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Combo 太难迁移，客户不敢动，只能续费让 IBM 那些资讯公司来维护。所以呢，你会发现 IBM 最近这些年给人的感觉一直是缺乏创新，老态龙钟，一直依靠着 Combo 这样的老的技术，趴在那些有钱的金融机构、政府身上吸血。但现在 AI 来了，就像当年的苹果来了一样， Anthropic 一出手就把这道护城河给拆掉了。同样的逻辑呢，也会扩散到那些网络安全公司，他们的护城河是漏洞检测极其复杂，需要专业的团队。但上周 Anthropic 推出的 Cloud Code 的安全扫描功能，那些公司也完蛋了，股票开始暴跌，规律已经非常明显了。每当 Anthropic 或者其他的 AI 公司宣布进入某一个新的领域，那些靠着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复杂性吃饭的公司就会当天暴跌。那么问题是，加密世界有没有类似的护城河？这些护城河会不会也有一天被 AI 给一脚给踹翻？比特币的护城河是什么呢？是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的账本，2100万枚的总量上限，这些东西 AI 能颠覆吗？我的判断是短期不能，但要持续的观察。比特币的护城河不是来自于技术的复杂性，它的技术其实非常简单，所以它的护城河是来自于共识和去中心化的网络效应。AI 很难直接攻破这种共识层面的东西，但以太坊上那些 DeFi 协议、那些智能合约的项目呢，他们的护城河如果是技术门槛高，那 AI 确实有能力把门槛给它拉低，这个对他们是机会，同时也是威胁。好的，说了这么多，最后呢，我们落实到最实际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应该用什么样的框架来应付这种 AI 颠覆的时代？第一件事呢，要学会识别 AI 公告效应。过去的1个月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模式， AI 公司发布新的功能，某个传统的行业受威胁，相关的股票就会暴跌，市场风险的情绪会上升，比特币联动下跌。这个链条已经出现了至少2次，而且呢，它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以后每次你看到比特币突然下跌了，第一件事呢，你可以去看看 AI 圈今天发生了什么，可以先去看看当天的 AI 头条、Cloud、GPT、Gemini 有没有发布什么新的工具。如果答案是某一个 AI 工具又颠覆了某一个传统的行业，那你就知道了，这个不是比特币出了问题，这个是恐慌情绪的传导。这种下跌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同一件事儿，它是短暂的。恐慌传导引发的下跌往往会在几天到几周内被修复，因为比特币的基本面没有任何的改变。但如果你不理解它为什么下跌，你就有可能在最低点割肉，然后呢看着它涨回去，然后你会后悔。这个不是理论，这个是无数散户反复经历的真实的剧本，一天又一天的上演。理解下跌的原因是不被恐慌收割的第一步。那么第二件事呢，是重新审视你持有的每一个加密资产的护城河。IBM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教训，一个存在了60多年的护城河可以在1天之内被干翻。所以我建议你对自己的每一个加密持仓问一个问题，这个项目的护城河是来自于技术的复杂性，还是来自于网络效应和共识？如果是来自于技术复杂性的护城河，那你要小心了， AI 正在系统性的降低这类门槛。如果是来自网络效应和共识的护城河，相对更稳， AI 很难直接颠覆它。第三件事呢， AI 时代最重要的能力，看清楚谁的护城河是真的。这个是今天这期视频我最想表达的东西。在 AI 加速颠覆的这个时代，投资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呢，你投一家公司，投的是它的技术门槛、它的用户量、专利，但这些东西 AI 可以快速的复制，或者是给它绕过去。真正的对抗 AI 颠覆的护城河只有几种：共识性的稀缺，比特币的2100万枚上限，这个是代码写死的， AI 改不了；网络效应，当一个网络里边的用户足够的多，迁移成本就变成了社会性的，不只是技术性的。监管的壁垒，有些行业即使 AI 能做，监管呢也不让你去做，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开放。 IBM 的护城河属于哪一种呢？技术的复杂性，所以 AI 一出手，它的护城河就被动摇了。比特币的护城河属于哪种呢？共识性稀缺，再加上网络效应，所以短期之内 AI 很难颠覆它。好的，今天的这件事呢，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个60岁的编程语言统治全球金融系统60年。Anthropic 一篇博客 IBM 暴跌13%，比特币跌破65000美元。但数字背后更重要的信号是 AI 正在系统性的摧毁那些靠技术壁垒建立的护城河。下一个被颠覆的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懂得这个框架的人在比特币下跌的时候不会恐慌，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下跌，知道这是恐慌的传导，不是比特币本身出了问题。这个就是我做加密星球的原因，不是让你去赚快钱，是让你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时代看得更清楚一点。好的，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
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